要不我一会儿再来？别，你们聊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保留我的意见，暂不上会。谢谢。这份协议是1个月之前签的。那么林家印是什么时间认识耿星虎，又是怎么认识龙斌的呢？也是在1个月前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们认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签了。他们以借款必须由出借人扣押担保人的各类证件为由，骗取了佳印姐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房产证，还有离婚判决书的原件。这是林家印的陈述，龙斌肯定有另外一套说辞。龙斌是骗子啊！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骗子？他肯定是和耿星虎串通的。证据呢？因为带他们做公证的人名字叫做江俊。江俊是骗子的意思吗？带麦飞爷爷做公证的人名字也叫江俊，所以我怀疑他们是个团伙。就像您上次跟我说的，他们这种人都是有剧本的，他们有好几套剧本，对不同的人下不同的套。不是说你怀疑，你觉得，是要有证据。证据。去公证处签字的时候，应该是有录音和录像的。那就请你去公证处把录音和录像全都拿回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要回来。怎么了？你不要去了，我去。我可以的。你不可以，你没有律师证，他们很可能不配合你。把这个材料回去再梳理一下。林家印应该还有些事情没告诉你。他应该全部都告诉我。他肯定对你有所隐瞒，再去问。罗老师，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啊？林家印不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你既然不相信他，那你为什么要接他的案子？是啊，我为什么接呢？我现在还真的有点后悔。难道说我当时只是头脑发热？哦，对，因为有人在我耳边说为了正义冲啊，所以我就冲出去了。罗老师，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这个，林家印跟我说，当时耿星虎追他追得非常紧，他们本来打算合开一家公司的，这个协议是耿星虎主动提出来的。这是一份入股协议。没错，根据这份协议，林家印和耿星虎打算合开一家公司，他们的注册资本一共是5000万，林家印占5%的股份，也就是250万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因为他之前也没告诉我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他对你有所隐瞒，你偏不信我。我也问他了，他跟我解释说他不是有意隐瞒我们的，是他自己都忘记了签过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他忘记了？那你有没有问过他还忘记了什么？哎呀，那些就先别管了，就光这份入股协议本身就非常非常有问题。您想想，5000万的注册资金，5000万，如果真的有这5000万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还会缺林家印这套房子呢？他的这套房子根本就贷不到几个钱。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，对方起诉林家印有证据，可以申请法院直接执行，但是林家印起诉对方诈骗，缺少证据。龙斌用的是真实身份证和真实姓名，
有走账记录，还有他林家英的签字，形式上是完备的。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。但是对方证据确凿，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要打官司，所以他们的证据链条是完整的。他们是一个团伙，他们合起伙来去骗林家英，有人扮男朋友，有人扮投资人。他是弱智吗？他是受害者，他还不如是弱智呢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这肩膀抽筋了，有点疼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嗯？你瞪我干什么？你以为你眼睛很大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想办法证明他是弱智，或者他精神有毛病，这样我们的胜算还能大一些。罗老师，这事儿真的不能怪他，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团伙。怎么证明？啊，将军，您找到将军了没有呀？我不用你教我怎么找人，你现在闭上嘴听我说，马上现在再去找林家英，告诉他，让他回忆起每一个细节，还有电话、微信记录，每一条全部都想起来，包括耿星虎的、龙斌的和这个案子完全相关的每一个事情都要想起来，要相信你，不要难为情，每一条都要给你听，你也要听下去，好吗？他说这是他的隐私，怎么办？那就告诉他。我的原则是我从来不接我不相信的案子，我也不接不相信我的客户。怎么了？牙齿也不舒服？好笑吗？还有，记住，以后不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。我背后有眼。给你的独家配方。有事儿找我？你忙吗？还好，你说。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是我姐的助理，但是她手头上没有什么案件。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，自己忙不过来的，你可以给我来做。可以啊。那个裘皮大衣丢失的快递案，是不是快开庭了？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？好啊，你去找戴希说。好的。佳颖姐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过来找您一趟，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。嗨，还没下班呢。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。很讨厌的当事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在你脸上写着呢。亲爱的，罗宾让我告诉你一下，那个快递丢失案交给我做。罗老师，我觉得您这样做特别的不对。你怎么可以把我前期已经几乎快做完的案子，你就这么移交给兰兰了？是，我是你的助理，这一点错都没有。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？你这样子的话，说的轻一点，你这是没有顾及我的感受；你说的重一点，你就是根本就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。哎呀，对不起。说完了。那我来总结一下。你冲进我的办公室，先是质问我为什么把这个快递丢失案交给兰兰，然后强调这个案子是你的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给了兰兰，就是对你的不尊重，对吧？好。
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案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因为你不具备独立办案的资格。其次，我们现在律所有非常多的案子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，尤其是林家映的案子。按照我的原则，我是不会接的。但是按照你的原则，我接了，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。既然接了，就要全力以赴。所以说，放手一两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完的案子给需要案源的同事，这有什么错呢？再说了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擅自做主接待了与本所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子，这怎么算呢？我已经跟莎莎说了，我们不能接受她的委托。然后呢？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找我过来什么事儿，她在电话里也没有告诉我，所以我还以为是跟她个人或者是她亲戚朋友出了什么事儿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跟任小年有关系。那在你知道了跟任小年有关系之后，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就让她去找别的律师了。没有给她推荐别的律师吗？她求我。我问你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有没有给她推荐别的律师，而不是她有没有求你。范小天，真是有爱的行为。小金刚刚接到法庭的电话，通知他下礼拜开庭。你跟小金商量一下，就说我给他推荐一个全球排名前10法学院毕业的律师。你不亲自出庭吗？你现在就去跟兰兰交接一下。去啊！好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忽然有点崇拜何塞。因为他的助理从来不敢跟他对抗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你也经常会说何塞，如果他找的人连他都不敢对抗，那怎么期望这个人去和邪恶对抗？没错。我还记得何塞非常生气，说我羞辱了他。因为你把他和邪恶相提并论。有的时候正义也会和邪恶相提并论，比如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你晚上有空吗？我陪你衣服，我陪你衣服。全都在这儿了，下周开庭，具体的你问丽娜吧。谢谢啊。有空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，我有事儿。我还没说什么时候呢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有事儿。你好像一脸的不高兴。我确实不高兴。是因为我抢了你的案子吗？你说呢？我就是随口跟罗宾说了一嘴，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答应了。你当然想到了，你要是没想到的话，你就不会张这个口了。那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那我把它还给你喽。不了，我还有别的案子呢。那你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，随时哈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白姐，啊，何塞老师。你是从兰兰办公室来的吗？对。她干嘛呢？助人为乐。助人为乐。你刚才没有回我微信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哦，我没顾上。忙什么呢？这不是那个快递丢失的案子吗？嗯，罗宾把那个案子给我了。给你了。我毛遂自荐。其实，我那儿也有很多的案源，如果你要喜欢的话，我可以跟你分享。谢谢。
啊，那个，你刚才说关于损害你衣物的事情怎么赔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及司法解释，损害他人的财产，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。被损坏的财产完全损毁、灭失的，按照该财产当时市场上对应的价格标准按全价计算。如被完全损毁、灭失财产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以上的，按照折价后的价格进行计算。如财产部分毁损，应当按照由于毁损使该物价值损失的相应市场价格标准计算。那你看，何塞律师，您不能根据侵权责任法对我进行赔偿。那我应该依据什么？我记得刑法里面有那么一条，故意损坏公司财物，涉嫌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以立案追诉：一、造成公司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的。你这件衣服5000元以上吗？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检察院、北京市公安局关于8种侵犯财产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通知，故意损坏财物罪，数额较大为5000元以上，数额巨大为5万元以上。您刚巧够上了数额较大的标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过失。你就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。你就是。我不是。那我总得有犯罪动机，对吧？你没有吗？哎，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啊？都是被骗了房子，都是富强公证，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受托人。你找我俩就为这事儿啊？啊，不然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咱俩又哪个汉子碰上了。这不就是碰上了吗？我记得你爷爷刚出生那会儿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，这是一团火。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我现在时常感到万幸。我们家那事儿幸亏我发现的早，我爷的房子算是保住了，可后面发生好多事儿都没来得及跟你说。担保公司派人去我们家骚扰，来了一群流氓。你只要报警的话，他们就说是经济纠纷，是要账的，你能说什么呀？他们已经把法律都给琢磨透了，人家也是有组织、有管理的。他们觉得把你骗得倾家荡产，那是你应该交的智商税，都这么想。现在林家已经被他们逼到活不下去了。股民炒股血本无归，也被逼得活不下去了。那你能告荐股人吗？对吧？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，他们这是犯罪。如果不把他们绳之于法的话，他们会骗更多人的。我真的帮不了你。爷爷不是和将军认识吗？哎，我爷爷是我亲人，林家硬是你的客户，你的当事人。行了，别管了。那今天晚上我去看看爷爷呗。我们现在不住那儿了。啊？惹不起还躲不起啊？房子是保住了，他们老来人骚扰啊。我在安居客上找了一间房子，我们暂时先搬过去了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我晚上约了事儿。久等了。好吧。这大姐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手机忘了。哎，那是上层电梯。你不下班，躲在这儿吃什么呢？我在等林家印呢，他突然放我鸽子，让我等他。
喝吗？我刚才喝仨了，没事。想让我跟你说实话吗？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。你想说林佳印他为了让我接他的案子，所以呢故意对我有所隐瞒。他怕他都跟我说了，我就没有那么同情他，我也就不会接他的案子了，是不是？哼，有的当事人很奇怪，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律师。林佳印呢，他之前被别人骗过，这样的当事人你更要小心。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大不了输呗。这不是最坏的结果，这案子如果你输了，他们可能会纠缠你，让你赔房子。让我赔房子？凭什么呀？他们的逻辑是，官司如果打赢了，他们的房子就能保住。现在如果因为你输了这个案子，房子没了就得你赔。哈。哎呀，丽娜姐，你把我说的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我就是跟你提个醒。我知道，谢谢。你跟麦飞真分了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骗你这个干什么？我刚才在楼下看他上了一辆豪车，就刚才。应该是客户的车吧？廖主任最近给了他一个特别土豪的客户。挺好。什么挺好？你们这样现在挺好的。不错。拜拜，我走了。拜拜，接着吃吧。罗宾律师，您是？我叫李德彪，之前也是干律师的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我现在早不干了，干律师太辛苦了，而且没回头客。您想啊，谁家成天到晚打官司，除非是犯罪团伙，那业务量可以常年有。今儿这个兄弟进去了，明天那兄弟出来了，今天这个抓了，明天那个判了。普通老百姓赶上一回打官司找您打，您要是给人家打输了，那得天天到律师所去闹去，就算是赢了，那也是一锤子买卖，业务量不行啊，对吧？那既然不干了，现在主要是讨债。我有个客户呢，正好跟您有点关系，想托我找您谈谈。您是他的律师，找我谈，那就别在这儿谈。明天来我律所。哎呀，我一看见您呐，就看见当初的我。我当初跟您一样，特别有正义感。就是后来呀，出了一起交通事故，医院住了半年多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没想干什么呀，我就想跟您聊聊。哈哈，您要是忙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啊，这是更衣室，没监控，您放心，我是好心。怎么会见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黛西办公电话。Siri 没有找到黛西办公电话。黛西。对不起，请您再重复一遍。黛西。是要给黛西打电话吗？你才待机呢。出了一起交通事故，医院住了半年多了。麦飞电话。
好的，给麦飞打电话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罗律。麦飞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急事儿要找黛西，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罗律，我这边有事儿，我等会儿回给您啊。知道林佳英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？不是因为他没钱，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，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。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提醒失主，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，而且是当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。我是好心。丽娜电话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这里是丽娜的机器人助理。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我现在有点急事儿要找黛西，你帮我找到她家的地址。现在就要。我在美容院呢，刚敷上面膜，挺贵的。不要开玩笑，明天我送你一筐面膜，现在马上发给我。九龙山站，九龙山 Station。佳音姐，佳音姐，我知道您在家呢，我刚看到了，您家灯亮着呢。佳音姐，佳音姐，您要是不开门的话，我就报警了啊！林佳音，佳音姐，佳音姐，您怎么了啊？没什么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听我说啊！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？没关系，我来都来了，您摔哪儿了？我带您去医院去看看好不好？听我说，我今天真的不舒服。没事儿的，哎，我带您去医院去看看。再见行吗？你先让我进来吧，您到底是怎么了？这是为什么脸会肿成这个样？喂，罗律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在忙，您说。我有点急事儿想找黛西，但是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，我想问问你，她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？喂，罗律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在忙，您说。我有点急事儿想找黛西，但是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，我想问问你，她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？没啊，怎么了？但他下班时候来找过我，问我去哪儿能找到骗我爷那伙人的证据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得临时回趟律所，我那边有点事儿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那什么，电影算我先欠你。那我走了啊。慢点。拜拜。他们把房子挂到网上去卖，
有买主看上了，就来看房。我就跟他说了实情了，然后马上就来了一大群人，堵在门口，又打又骂的。您应该把罗宾的名片给他们，就跟他们说，如果有什么事儿要聊的话，直接跟您的律师聊啊。我跟他们说了，也给了，他们骂得更凶了，你不知道呀。那您为什么不报警呢？啊？我报了，警察来了，他们就跑了。他们还说，他们就不信警察能住在我们家。你不知道我一点尊严都没有，丢人呐！他们打我骂我，我一点证据都没有。我说他们打我骂我，他们说是我坏人变老了。佳音姐，这样，明天我过来，我在您门上装一个摄像头，连在我的手机上。如果他们再敢过来骚扰您的话，咱们就报警，给他们抓起来。我不想活了，我真不想活了，你们谁都别劝我了。我的孩子也在数落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活在这上还有什么颜面呢？佳音姐，您听我说啊，您千万不能去寻死，不能有一点点贪念。当时成立公司，我只要了5%的股份，我就想出门见朋友能够给递张名片，说自己也是有公司的人。你说说看，都是为了这张脸呀！哎呀，行了，哎，行了，佳音姐，行了。我活着什么意思啊？我。来了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哦，我手机没电了。为什么不充电？我才发现我手机没电。以后手机不许没电。您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手机不许没电的吗？还有，以后不管谁敲门，不要随便开门。哦。关门啊！哦，那个林佳映的案子。林佳映的案子不归你管了。
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您这样做不公平。有什么不公平？我是你的老师，你是我的助理，而且你没有律师证，你不能出庭，所以没什么不公平，是你没资格。都跟你说了，不要随便开门。知道是你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除了你，别人没那么敲门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您也不用说了，不用道歉。你以为我回来是来道歉的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没有及时回复您的信息，是我不对，我下次一定注意，对不起。但是如果您就因为这点小事就不让我管林佳印的案子，您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你想多了，我回来不是来道歉的。那您到底干嘛来了？我来重申2件事情：第一，不管谁敲门，不能随便开门。第二，林佳印的案子确实不归你管了，以后有任何事情他可以找兰兰，直接找我。你开门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开门，因为有些人说过，无论是谁给我敲门都不许开门。有事的话，您就给我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吧。很好。晚安。来了。说了几遍了，不要开门，你记不住吗？记住了。城市的光，霓虹的想象，此消彼长，真相被隐藏。谁在意过我在说什么？宇宙冷漠，谁对谁负责？谎言啊，经到稀刻，一寸寸雕琢，仿佛可以触摸。曾击溃的喧嚣着，穷追不舍，要经历过那么多，才能勇敢面对寂寞，冲淡夜色如墨。要快乐，我还是我，把伤痛写成一首热烈的歌，这样温柔。人的脸庞从黑白两张交替闪躲，没人不善良。我失去的和错过的，像不速之客，
喧嚣着，穷追不舍。要经历过这么多，才不枉费一遭活过，留下一笔浓墨。我用力过，每一刻都要快乐。我还是我，把伤痛写成一首老人的歌，绚烂的。 将军，骗我爷爷的人应该是一个团伙。黛西一直在管我要，我没给他。谢谢。也谢谢您，罗老师。哎，你好，这个画面已经给您接到手机上了，然后这个是产品的说明书，上面有我电话，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跟我联系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 佳妮姐，你看啊，这个画面已经都有了，从这个摄像头里的。如果他们再来的话，您不要开门，您就问他们哪家公司的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，最好让他们自己说出公司的名字，还有派他们来的人的名字，好吗？将军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没关系。 我们认识一下，我叫罗宾，林家映的律师。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你当初是怎么伙同他人，给林家映设套做富强公证的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叫麦飞，我爷爷叫麦志高，是你骗我爷爷做的富强公证，想起来了吗？我不认识麦志高，是不是你们找错人了？我们来找你，是想给你一个机会。 我们可以陪着你去自首，也可以为你做辩护，争取从宽处理。如果你的同伙敢在你前面去自首，那你就惨了。先看看这个吧，关于依法严惩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。主动投案自首，承认自己罪行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 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，继续为非作恶的，将依法从重惩处。将军，妈，你怎么在外边说话呢？哦，没事，两个朋友随便聊两句，你先进去吧。屋里聊吧，外边太热了。没关系，阿姨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您收下。我们是律师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可以随时找我们。 您觉得他会自首吗？他会的。为什么？他胆子小，而且是被强迫的，所以他需要挣扎一会儿，越挣扎越痛苦。当痛苦大到承受不住的时候，他会选。据说他还是个孝子，所以让他跟他妈妈把该说的话都好好说说吧。 你在车里等我，我陪您一块儿去。老板别熄火，随时准备报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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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干嘛了？我是律师。你恐怕很快就有牢狱之灾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请收好。 注册公司进行套路贷是违法犯罪活动，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通过正常招聘来这里上班的。我想你们一定想知道，在套路贷公司上班算不算是违法？会不会被判刑？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，随时向我咨询。嘿，你们干嘛呢？
啊，乐怎么停了？玩呢？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来取证，还有什么普法宣传啊？看好了，反套路贷啊，法在身边，普法宣传，进社区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预防套路贷的普法宣传的，您看看了解一下啊。哎。 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，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违法犯罪人员送去投案的，均视为关于防范套路贷的一些知识是什么呢？是出借人强迫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，又通过循环转账的方式呢，将款项转给借款人后，又回到出借人的账户，制造出这个款项呢已经实际交付的行为，并借此通过此民诉事件，然后进行申诉。 这个行为就涉嫌了刑事犯罪行为。你要不说，我们真的就很少知道这种。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短信，记得一定要全部都截图下来，还有保留所有的通话录音，然后到互联网金融协会去投诉。记住啊，每天一定要多投诉几次，因为投诉的人数众多，您不多投诉几次的话，很可能会被盖过去的，好吗？大爷，我跟你说啊，像这种对于恶意骚扰的电话号码发送的短信呢。 我们其实是可以作为垃圾短信进行举报的，就一个移动号码被举报3次以上，移动运营商就会把这个号码给拉黑了，然后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收到这个号码发来的骚扰短信了。您看一下，就是这个，我们这说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干什么？对，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，他们是一个团伙。坏人之所以嚣张，那是因为好人沉默。坏人都合起伙来组团干坏事了，那我们做好人的也不能单干。 既然他们是团伙，那我们就是团队。他们是团伙啊，他们这叫勾结；我们是团队，我们这是团结。您好，我们这里是普法宣传的一个开讲的证据注册。我跟您说一下，如果行，谢谢。如果说因为有人给您发或者拍了啊！好，好，来看我这儿，看我这儿，1、2、3。堵着门不让我出去，也不让别人进来。我报警，你们只要警车一到，他们就撤了。我们这儿有录像，都给录下来了，能不能看一眼？利用我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为犯罪人员辩护，这是合法的。但是利用我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为犯罪团伙出谋划策、钻法律空子、坑害无辜的法盲，那就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在反套路贷的斗争中发现了一个问题：套路贷不仅有很严密的组织，而且雇佣到了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人。这对于法律来说，
是非常大的讽刺。是默然忍受命运暴怒的无间，还是挺身反抗这人世间无涯的苦难？这两种行为，哪一种更高贵？我们作为法律人，选择了这个职业，那么就要挺身反抗这命运的毒箭，给普通人以公平正义，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。现在可以了，您说吧，怎么了？我呢有点不舒服。他们把我送到医院里来了，大夫说得做个检查。啊，得有人签字呀。菲菲呀，今天太忙，我不方便打扰她。下面有请麦飞律师上场。同学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继续努力。好，有请麦飞发表获奖感言。有请。您告诉我您在什么医院吧，我现在马上过来一趟，好吗？在我实习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曾经告诉过我，律师要服务一切人，但绝不向任何人出卖自己；律师要服务一切机构，但绝非资本的附庸以及权力的打手。律师要勇敢，要淡定，要有信念，否则将会堕落成为别人的马仔与掮客。我的这位老师今天他并不在场，但是我今天所获得的荣耀应该属于他。在这里，我想感谢罗宾律师，感谢您曾经对我的帮助，谢谢。你跟刘景明怎么说？你们还在吃饭吗？你们吃完饭咱们联系一下，我等你电话。毕竟刘英美已经过世了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我真的觉得刘英美挺可怜的，何必要是来问我，我就说我都跟你说了，让她还是去问你。我是什么都不会跟她说的，但是我觉得你最好也别把我跟你说的这些告诉何必，她会受不了的。老吕，什么都别问。是午饭吃的不愉快，还是和你共进午餐的人点了你讨厌的菜？这个讨厌的菜叫真相。你不知道该怎么把这盘菜端给何必。如果真相太伤人的话，就可以考虑给真相套上一个漂亮的刀鞘。这是我说的。对，你还说过，真与善之间，善比真更重要。谢谢。我不是袒护罗宾，我是了解罗宾。罗宾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嘿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诬陷他了？诬陷是罪名，说诬陷太严重了，顶多就是误解，误解。那你说说看，莎莎怎么就会找到范小天？你看啊，这何塞原先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，这莎莎呢原先是任小年的秘书，这范小天呢原先是何塞的助理，所以范小天原先认识莎莎，莎莎也就认识范小天，这可以说得通吧？如果我没有100%的证据，我是不会来找你的。你可以把证据交给我，由我来判断
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。顾杰告诉我的，方有天是顾杰的手下，方有天要签任何的客户，顾杰都要过问。顾杰问了他，是范小天说，罗宾给他指派的。罗宾的助理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不会是罗宾吧？罗宾根本不会做这种事啊！明明知道这任小年是你的客户，还让莎莎去给他找麻烦，这不可能的事儿。这样吧，我调查一下，如果是罗宾干，或者是罗宾指使他助手干，我把他除名。好，你现在当着我的面把罗宾叫来，问他对峙，用得着吗？用得着。罗宾这个时间可能不在办公室。喂，罗宾。廖主任，你在办公室吗？我在呢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走吧，你的爱将在办公室呢。你说罗宾在？在。什么事儿？咱们老大和廖老大正在向你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他们正在冲我健步走来。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？他们俩要一起来找你。我跟你讲个笑话啊。邻居家的阿姨来找小明的爸爸告状，小明的妈妈问小明：“你犯了什么错？”小明说：“也许是爸爸犯了什么错。”来了。佳敏姐，稀客，主任。坐。什么事儿，这么严肃啊？廖主任他说你对他的客户发起诉讼，不可能，没有。你看，我说什么？没有吧？莎莎有没有来找过你们？你们有没有给他出过主意，让他告任小年？鉴于任小年是你们的前客户，你们为了规避利益冲突审查制度，你们有没有给他介绍过和你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其他律所律师啊？人民群众遇到困难向我们求助，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律师，这没什么错吧？啊，你的高总已经承认了。不是你介绍的吧？是你的助理背着你干的。这事儿我知道，确实知道，所以不能算背着。佳敏姐，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向任小年说实话，你跟他讲不要跟莎莎打官司，这对他得不偿失。然后他勃然大怒，把我们大骂一通，你就达到了你的目的了。那你也拍着桌子把他臭骂一顿。我相信在骂人这件事情上，没有人是您的对手。那这样做，我们就是丢掉了任小年。对啊，就像丢垃圾一样，丢掉一个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客户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做，你是为了报复。我有什么可报复的？一箭双雕，既报复了我当初抢走了任小年，又报复了任小年当初炒了你。您终于承认抢了我们的客户，罗宾。你亲口承诺，只要罗宾承认，你就让他走人。你可以写你的辞职报告了，啊！你不会真的要辞职吧？不要告诉黛西。你真的要辞职啊？我可以先休个假。
用不用我在猎聘上给你找一咖啡师的工作？休完假你直接上岗？可以考虑。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可以成熟2点。好，你说。廖佳敏之所以选择今天来找冯主任，他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你是说他出门先看了黄历吗？我是说他知道我们所今天大部分律师都去参加表彰大会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他这是给你留有余地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给老大留余地。好，我去找他。祝贺啊！也祝贺您。你刚才在台上，你感谢了罗宾律师啊？难道你在我们律所当助理的时候，我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吗？当然有了，那主要不是罗律把奖项让给咱俩了吗？不，您看啊，是这样，您呢是实至名归，凭实力拿奖。那我呢，我是罗律让贤，那所以我得感谢他呀，要不然我也没机会站在台上和您一起拿奖，对吧？这是我的荣幸。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哎，那个黛西刚才给我发微信说你爷爷在医院。我爷爷在医院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刚才黛西刚给我发了微信。对，在嘉禾医院呢。好吧，谢谢啊。啊，慢点啊。对不起，我得去趟医院。上车。廖主任真的是误会了。莎莎说任小年提出分手，他来找我们，让我们给他出主意。那你也不能管。好，以后不管了。去，给廖佳敏道个歉。好，道歉。我顺便再给他写个检查，书面的。我没在给你开玩笑。他是小题大做，好不好？就当他是小题大做。好，总之您别生气，我去找他就是了。他可能带着你啊，去找任小年解释，你再给任小年道个歉，说我们考虑不周到。那不行，必须行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最了解任小年的脾气，他的脾气就是你们给惯的，你的脾气也是让我们给惯的。哎，那个你好，麻烦问您一下，在哪儿做 CT 啊？往这边走走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这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想问一下 CT 室怎么走啊？哟，估计今天排满了吧？排满了。这儿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怎么样啊？都已经查过了，放心吧，没什么问题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医生说建议住2天院，走，我们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。走。哎，不，等，没什么大事，住什么院啊？就是因为没查出什么大事儿，所以才要住院好好查一下。非得查出这么点事儿来才让走是吧？是你爷爷，你爷爷这样折腾人家好几回了，只要一回养老院就说这不行那不行，连气都喘不上来，所以人家就只好送医院来。医生就建议说，要不就住个2天，把能查的都查一遍。我估计是他不想进养老院。哎，不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给你打电话了？对呀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你说你爷爷为什么不找你找我？哦，我跟他说今天我领奖，我前2天跟他说的。那我知道了，他是故意找的这天。啊什么你？哦，对了，我跟爷爷说了啊，你一会儿会过来。他是不是说不让我来啊？哎，他还真是这么说的。
他就不想麻烦我。他是不想住养老院。我那养老院挺好的，给他找的一高档养老院，我还托人给他办进去呢。但是他觉得很孤独。那在家他一个人不也孤独吗？那当然不一样了。在家的话有保姆、有邻居，还有你。每天你不管回来多晚，他最起码都可以见你一面。但是住养老院呢，一个熟人都没有。我接个电话。麻烦你了啊。哎，喂。我停好车了，你在哪儿呢？要不然你先回去吧，我得帮我爷爷去办个入住。我看到你了。啊？又骗我，在哪儿给你爷爷办住院手续？在那，哎嗨，办好了哈。哦，办好了。怎么样，我爷爷？爷爷已经住进去了，这是所有的单子，你拿好。谢谢啊。黛西吧，你好，齐然。你好，你好。黛西，齐然。我是麦飞的新女友。啊，我认识麦飞的时候，你还是他的女朋友呢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，我绝对是在你们分手之后，我才追的麦飞。不误会。我这些都已经办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可以啊，麦飞你推给他啊，我们拉个群也行。干嘛？我们又不是70后的叔叔阿姨们，我也有前男友啊！他最近好像分手了，要不我介绍给你吧，他条件还不错的。我把他微信我到时候推荐给你，好吧？我律所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行，我不送你了。拜拜。拜拜，慢点，谢谢啊。好。